眼前这座高耸入云的建筑，就是历经100年仍未完工的圣家堂。它以独特的建造姿态欢迎每位访客，数座细腻雕刻的高塔直入天际，塔顶装饰的几何图形在阳光下闪耀，展现了高第对自然形态的独特诠释。从外观可见，部分仍在兴建中的结构与已完工的部分并存。现代的吊臂与古老的石材交织，诉说着建造工程的绵长岁月。教堂周围的立面雕塑群像栩栩如生，细腻描绘着圣经故事。每尊雕像都充满生命力与情感。在诞生立面附近，能看见纪念其总建筑师安东尼·高第的雕像，他仿佛仍在监看这座宏伟的工程。这座充满故事的教堂，建议清晨前往，可避免大量游客，从容捕捉其晨光下的庄严气势。圣家堂的诞生立面是高第生前唯一几近完工的立面，其雕塑细腻而繁复，犹如一本立体圣经。中央的慈善之门描绘着耶稣诞生的场景，从马槽中的婴儿耶稣到圣母玛利亚和圣若瑟，每个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。门楣上方天使向玛利亚报喜的雕塑也引人注目，其姿态与神情充满了喜悦与庄重。高第将大自然融入建筑之中，诞生立面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动植物雕塑，充满生机。从和平鸽、公鸡、驴子到各种海洋生物，这些雕刻不仅装饰，更承载了圣经的寓意。立面中央高耸的生命树上栖息着许多白鸽，象征着永恒与和平，也是高第建筑的经典元素。细看之下，连玉米、棕榈叶甚至藤蔓等植物都雕刻得惟妙惟肖，为厚重石材注入了生命力。高第运用了写实主义的手法，甚至透过铸模真实动物和植物来捕捉细节，让雕塑更贴近自然。建议在上午时段来访诞生立面，此时阳光会从东边直射，能让雕刻的层次与细节更为清晰。要前往圣家堂，搭乘巴塞隆纳地铁2号或5号线至圣家堂站下车，一出站即可见其宏伟身影。参观完诞生立面后，可沿着周边的公园步行，从不同角度欣赏这座教堂的全貌，捕捉其独特风采。特别是从公园池畔望去，圣家堂的倒影与实景相互辉映，是摄影爱好者不可错过的画面。在此立面驻足细品，至少需要预留1小时，才能将这些巧夺天工的艺术杰作尽收眼底。圣家堂仍在持续建造中，工程的进度与资金主要来自门票收入，因此每位访客都是这项实施工程的参与者，从诞生立面的生机勃勃转身。我们来到圣家堂另一侧的受难立面，这里以强烈的简洁线条勾勒出耶稣受难的历程，风格与高第在世时设计的诞生立面截然不同。高第预见了这面需要严酷与赤裸的风格，由苏比拉克斯雕刻家以其独特棱角分明的现代手法完成。仔细看这些雕塑人物，每个面容都凝结着深刻的痛苦与挣扎，传达出牺牲的沉重。耶稣受鞭刑的画面，他被罗马士兵粗暴对待，呈现出极其写实的压迫感。圣维罗妮卡为耶稣试汉后，面容奇迹般印在他面纱上的场景，表达了神圣的印记。在受难立面中央，您会发现一个看似普通的4×4魔方数字阵，其数字的排列却蕴含深意。这个魔方无论横竖对角线相加，总和都等于耶稣受难的年份33，隐喻基督的受难。大门上方的荆棘藤蔓以扭曲的姿态形成巨大的门扉，象征着耶稣头上戴的金锦冠冕，充满沉重的宗教意象。走近欣赏这些铜制的荆棘，每一根都雕琢得细致而锐利，让整体氛围更加肃穆。要前往圣家堂最便捷的方式是搭乘巴塞隆纳地铁，搭乘2号或5号线至圣家堂站即可抵达。建议在清晨刚开放时或傍晚闭馆前造访此立面，能避开大部分人潮，并享受光线投射在雕塑上的独特变化。
整个受难立面的细节值得花上至少半小时仔细品味，理解高第与苏比拉克斯的艺术对话。离开圣家堂后，步行数分钟即可找到多家提供西班牙传统小吃或咖啡的店家，方便您歇脚。我们来到圣家堂的荣耀立面，这是教堂的主入口，规模宏伟且气势非凡。立面上2扇巨大的铜门，上面雕刻着天父的祈祷文，其细腻的工艺令人惊叹。仔细观察，门扇上的文字与图案融入了自然元素，是现代艺术与宗教的完美结合。将目光投向高处，可见数座高塔仍在兴建之中，起重机与脚手架勾勒出未来的轮廓。这些不断拔高的尖塔象征着高低未尽的宏伟愿景，预示着教堂的最终形态。即使历经数十年建造，圣家堂依然是巴塞隆纳天际线最引人注目的风景。从教堂周边的公园望去，宽阔的草地与池塘为这座巨型建筑提供了绝佳的远景。许多游客会选择在清晨来此，避开日间人潮，静静欣赏这座仍在成长的艺术品。若想避开人潮，建议搭乘地铁至圣家堂站，一出站即可见教堂宏伟身影。从地铁站出来，步行约数分钟即可抵达教堂入口，动线相当便捷。建议预留数小时在此参观，以便深入探索教堂内外各个角落的建筑细节。参观完教堂，不妨沿着感恩立面一侧的街区漫步，感受巴塞隆纳的市井风情。荣耀立面的雕塑群仍未完全完成，每次造访都可能看到新的进展。参观圣家堂，别忘了提前预订门票，以节省现场排队等候的时间。踏入圣家堂内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高耸且充满生命力的空间。视线向上延伸，可见数十根巨大的柱子像森林中的树干般拔地而起。这些石柱在接近天花板时，会优雅地分叉成多个支个，构成稳固又轻盈的拱顶结构。两侧巨大的彩绘玻璃窗为内部空间注入了缤纷的色彩。面对诞生立面一侧的窗户，以暖色系的红橙黄为主，营造出温暖的日出氛围。当阳光穿透这些暖色玻璃时，地板与墙面便洒满金黄与橘红的光芒。相对地，受难立面方向的窗户则多使用蓝、绿等冷色调，如同日落时分的柔和光线。这些冷色玻璃将蓝绿色光投射在石柱与雕刻上，带来静谧的视觉感受。两种色调的光线在中央交汇，与树状柱列的白色石材相互作用，形成不断变换的斑斓色彩。高第将大自然中森林树木的结构与光影巧妙融入，设计创造出这座光之森林。要前往圣家堂，搭乘巴塞隆纳地铁2号线或5号线至圣家堂站最为便利。建议您在上午或傍晚时段进入，此时光线斜射，能最清晰地看到彩绘玻璃的光影效果。参观完教堂后，您可以沿着圣家堂周围的绿地公园散步，从不同角度欣赏这座未完成的杰作。提醒您，教堂内部许多细节值得仰头观看，别忘了多留意头顶的巧思。步入圣家堂，视线会自然地被引导至高耸的内部空间。中央祭坛是教堂的核心，简洁而庄严，引导信徒目光向上。祭坛上方，一尊耶稣受难像悬挂于空中，在圣光的映照下更显神圣。其下方的华盖由奇特的树枝状结构支撑，仿佛天然的穹窿。抬头仰望，圆顶的巨大开口将天光引入，形成独特的光影效果。教堂内部柱子如森林般向上延伸，枝状分叉撑起整个天顶。高第以自然界树木为灵感，设计出这套仿生几何结构，既支撑又具美感。天顶上错综复杂的6边形与8边形组合，营造出星空般的视觉感受。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洒落，随着时间流动，教堂内部色彩变幻万千。这些光线交织在复杂的结构上，让空间充满了层次与深度。
前往圣家堂，最便利的方式是搭乘巴塞隆纳地铁2号或5号线，直达圣家堂站。建议上午或傍晚时段进入，此时阳光斜射，彩绘玻璃光影效果最为壮观。至少预留2到3小时，细细品味内部每一处细节和光线变化。参观完教堂内部，不妨走到外部广场，从不同角度欣赏圣家堂独特的外观与3座立面。进入圣家堂博物馆，这里展示了高第对建筑的深度思考。透过多样化的建筑模型，我们可以观察到它如何结合自然形态与结构力学。最著名的是那倒悬的链条模型，它精妙地模拟了重力对拱顶的影响，是理解圣家堂结构的关键。展出的高第亲笔手稿与珍贵图纸，详细记录了他对光线、材料和细节的探索过程。这些文件不仅是艺术品，更是深入了解高第创作思维的宝贵资料。博物馆位于圣家堂地下，参观动线设计顺畅，让游客能依序探索。从博物馆区直接通往圣家堂的地下室，我们将来到高第的安息之地。在高第墓穴前，可以看到他简朴的石棺，大师在此长眠，永远守护着他的建筑梦想。建议在圣家堂上午开放时段提早入场，人潮较少，能更平静地参观博物馆和墓穴。圣家堂临近地铁5号线与2号线，出口即达，附近也有许多特色咖啡店可供休憩。谈到圣家堂，就不能不提这位传奇建筑师高第。1926年6月，在当时熙来攘往的旧巴塞隆纳街头，常见电车穿梭其间。6月7日，惊醒高第，如常前往圣家堂工地，却不幸被一辆行驶中的电车撞倒。当时他衣着朴素，蓬头垢面，加上没有携带任何证件，被误认为流浪汉，因此他没有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，直到后来才被送往穷人医院。数日后，他的身份才被工地主任认出，但为时已晚。6月10日，这位毕生奉献给圣家堂的建筑巨匠最终离开人世。如今他安息在圣家堂地下的礼拜堂，长眠于他亲手打造的旷世巨作之中。在圣家堂周边的巷弄里，藏着许多地道咖啡馆，是开启巴塞隆纳一天最棒的方式。其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加泰隆尼亚的代表性早餐——番茄面包。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当地的饮食精髓。新鲜的面包烤至微脆，切开后将成熟多汁的番茄切半，直接在面包上仔细涂抹，再淋上橄榄油，撒上少许海盐。这道经典的加泰隆尼亚早餐就完成了，食材新鲜，手法纯粹。坐在阳光洒落的咖啡馆内，配上一杯香醇的咖啡，感受当地人日常的悠闲时光。除了番茄面包，咖啡馆的甜点柜中也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当地特色糕点，例如金黄酥脆的许许，以及松软香甜的马德莲蛋糕，每款都充满在地风味。这些点心不仅是美食，更是深入了解加泰隆尼亚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。我们从多个角度欣赏了圣家堂的宏伟感受，高第建筑的独特语汇。若要前往圣家堂，地铁是其中一种便捷的选择，出站后步行数分钟即可抵达。圣家堂周边充满活力，街道上人潮来往，两旁商店林立，展现都市风貌。逛累了，不妨找间户外咖啡座，点杯饮品，感受巴塞隆纳的日常悠闲。许多纪念品店贩售与圣家堂相关的商品，从建筑模型到特色小物，应有尽有。规划圣家堂深度游，建议一早抵达，避开下午人潮，享受相对宁静的参观体验。参观完毕，可沿着圣家堂周边的街道探索，发掘隐藏的建筑细节与特色小店。午餐时间，圣家堂周边有许多餐厅提供道地的西班牙料理，让您品尝当地风味。若要前往市中心其他景点，您可以选择搭乘地铁或巴士，方便快速的移动。
规划行程时，建议查询官方网站，了解最新的开放时间与票务资讯，并考虑预先购票。在巴塞隆纳选择住宿时，可优先考虑靠近主要车站或转运站的区域，转乘更加便利。感谢收看，下趟旅程再会。